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日本暗黑剧场的第4集。故事一开始，学校举行了一场家长会，老师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在家长会上当众念自己写的作文，作文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。这不，很快就轮到同学小美了。小美拿起作文本，声情并茂地读了起来。我的妈妈最近特别喜欢打呼噜，因为爸爸在不久前失业下岗了，为了维持生计，妈妈每天要打2份工，不仅要完成医院的工作，还要去便利店兼职。因为特别累，所以他才会打呼噜的。相比于妈妈的辛苦，爸爸不仅不找工作，还一直待在家中喝酒，喝大了就会打我泄愤。听到这里，在场的老师家长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。谁能想到这么一个看似活泼可爱的小女孩，竟然每天经受着这样的生活？但这时小米的文章还没读完，她接着念道：除了我之外，妈妈也总在下班回来后被爸爸暴揍。不过时间久了，爸爸的身体就开始变得不好起来。为了照顾爸爸，妈妈总是给爸爸吃药，但奇怪的是，虽然爸爸总是吃药，但病情依旧没有好转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爸爸就因为生病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听到这里，其他的家长们都变了脸色，纷纷望向小美的妈妈。虽然孩子们不懂这一切，但大人们都已明白是小美的妈妈毒死了丈夫。小美接着读下去：爸爸去世之后，再也没有人会打我们了，再也不用听爸爸打鼾的噪音了。听到这里，孩子们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对小美摆脱爸爸的魔爪表示开心。但老师的神色却越发的紧张，很害怕小美继续读下去。但如果在这个时候叫停，肯定会影响孩子的积极性。出于老师的责任，他没有这样做。小美接着说道：现在的妈妈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爸爸，他很有钱。那熟悉的鼾声再次响起了。讲到这里，小美母亲的脸色已完全阴沉下去，似乎是暴风雨前的平静。随着小美的作文落下尾声，孩子们热烈的掌声响起，小美母亲却转头离去。她独自一人默默地走出教室。那一刻，她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小美的家庭发生了什么。母亲走出教室，对着镜头轻轻的回眸，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。短片到此结束。整部短片的故事情节都在小美写给妈妈的信中串联出来，孩子的童真与大人的残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小美只是在陈述着母亲营造的事实，她并没有发现母亲隐藏的谎言和杀人的真相。但当这一切暴露在成人面前时，大家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的懂了，这故事背后的寓意实在令人细思极恐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